水莲开第一朵花，又到了罗汉松修剪的季节。在这个时候休耕上盆，树桩恢复快，须根半个月左右就会生长出来。罗汉松适合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，在早春低温多雨中上盆，容易导致烂根。这个是早几年买来的枝干树桩，养树根花了2年多时间，剩下的时间重点是对主干蓄养和拉网改造。罗汉松是浅枝根树种，上盆前先去掉表生土，将根盘完整的显露出来。这种草比树桩的生命力还顽强，跟像萝卜一样，已经在园子里面泛滥成灾了，怎么灭了它们？老铁们支个招。罗汉松根系密集，将土全部去掉，须根裸露在外，容易失水。最重要一点，那些生长在须根上、用于固定养分的根瘤菌也会随之消失，对上盆后的罗汉松恢复十分不利。修根的重点是剪短过粗过长的根，实现根系新老替换。底部中间的根尽量的少留，像这条根与根盘整体不在一个层面上，树根上下重叠，留着只会使根盘显得凌乱。修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树桩种活养好，也是为了栽种在一个合适的盆中做好准备。盆的种类很多，选盆的依据是不同树种的造型，如同好马配好鞍，好树桩也得配上一个恰当的盆，才能组成真正意义上的盆景。像这个高杆造型的罗汉松，如果配一个浅色的盆，有可能产生头重脚轻的错觉。盆用得过深，会使重心上移，盆与树桩的比例会不协调。放一个浅盆试试，哪一个盆更适合这种高杆造型？除了选一个合适的盆，上盆更要给树桩在盆中找准位置，栽种的位置合理，树桩与盆的组合才会不失平衡，树桩的造型利益才能更明确的表达。这个罗汉松主干直立是它基本的利益，树干3段枝干向右突出明显，重心向右偏移。栽种时保持主干直立不变，树桩要向左移动，把重心从右往左拉过来。除此，像这个处置，枝盘的定位大小或去留也会对栽种的位置产生影响。树桩与盆组合中的平衡是全方位的，不能只从树桩的一面去考量。像三角形定位法，一般只从2维空间去分析桩材的某一个面。对栽种位置的定位，最简单实用的方法还是从树桩不同角度去观察。树桩在盆中立得稳，能更好的呈现树桩所要表达意境的这个点，就是恰到好处的栽种位置。罗汉松适合盘杂，前提是在蓄养到位的枝干或侧枝上进行操作。过早盘杂会限制枝条的增粗，往后的造型会变得比较困难。这些同节点的上下枝生长出侧枝会变得拥挤，这是典型的内弯枝。罗汉松的侧枝会直立生长，上下主枝要适当的拉开距离。调整枝条要注意枝条间不形成平行或交叉。上段出枝可上扬，下段出枝向下倾斜，这样就会形成枝条间的上行空间。这个出枝遮挡了主干，把方向做一个改变。用下段的出枝弥补这个空间。罗汉松对盆景造型中的操作基本都能适应，这些都是拉网过程中留下的疤痕，再养2年进行整形。高杆造型出枝简洁，底端最好不要留枝，枝不要一次把它剪到位，留下来可以做成枯干，在空间上会多层表现。把枝干的骨架露出来，用侧枝取代主枝的过渡。对蓄养到位的枝条要控制生长，尤其是罗汉松顶端，生长优势明显，增粗过快容易产生变形。修剪除了对上下枝条生长中的调节，还要注意枝盘间的大小协调。单枝成茎只留主枝，其他过粗的枝都要剪掉。
喷芽罗汉松进行逼芽，一般采用大地剪叶，叶留一半，芽点不容易消失。在这个时候10天左右就能逼出芽来。对枝盘疏剪要留足侧枝生长的空间。罗汉松用浅喷种，喷土的保水性要好。罗汉松有一定的耐旱性，但在生长中对水的需求量比较大，喷土的保水性不好，在高温季节容易干喷。最好不要用风化岩之类的颗粒土，泥滩土中掺沙子土或田园土比较好。上坡后的罗汉松要放在散射阳光下养护，保持盆土微湿润。在这个阶段见干见湿不使用。出芽后，罗汉松的根系开始生长，不要进行修剪。我是山泉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